我们为什么非要做第一？老二就不行吗？到底是谁灌输的这种观念？一定要赢，要做第一，要考第一名，铜牌、银牌都没有价值，要拿就拿金牌，反正只要到第二名，就好像没啥存在感，仿佛注定被忽略。但我觉得老二其实挺好的，比老大更舒服、更自由，过得更好。我们要当大老二，我们要奉行老二主义。我们先看看国家层面，当老大真的有那么好吗？你看美国，全球霸主，看似无敌，实际上他压力大得很。为了维持全球霸主的地位，他得不停地干预别国的内政，到处建军事基地，扶持盟友，打压竞争对手。一旦哪块地方起了乱子，他就得派军队去维稳，花钱花精力。如果你不去做的话，他的美元霸权就维护不了了。所以想当老大，那肩上全是负担和累赘。相反，作为老二的话，就灵活得多，轻松得多了。那老二既能低调的发展，又能看准时机，迅速出击，能灵活地处理国际关系，因为没有老大的包袱。而且当老二还不用每天提心吊胆，比如电影里那样，刺头想要扬名立万，那第一件事就去刺杀对方帮派的大哥，反而没有人会想起搞死老二。再说到商业领域吧，老大就真的高枕无忧吗？比如苹果，全球智能手机的老大，那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，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构建这个商业护城河。他自己搞芯片，搞封闭生态，还要每年投入巨额的预算做品牌的维护，因为他不能放松警惕啊，因为只要稍微掉以轻心，就可能会被反超。而作为老二老三的三星和华为，虽然说它的份额低，但可以跟在苹果后面捡漏啊。凡是让苹果老大去开拓，未知的技术让老大去探索，反正你发明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借鉴的嘛。不当这个老大，就可以靠着灵活的策略和超高的性价比，不断侵蚀着老大的市场，在后面捡漏，活着相当滋润。那其实现实中的老二和老大差距并没有那么大，有时候只差一场营销，或者像马拉松那样吧，冠军和亚军可能就差那么个几秒，但在比赛规则面前，这几秒可能就变成了金牌和银牌的区别。像马拉松、奥林匹克这种规则注定了金牌含金量最高，赢者通吃，没人会记得银牌。但现实中不一样，在现实中，只要不去图老大这种虚名，老二们都是在蛰伏在阴暗处，随时可以反超老大的实力。因为老二的位置，一不显眼，二没有心理负担，三没有责任和压力，就可以韬光养晦，积攒实力，等待时机，厚积薄发。所以不要老想着争第一，有时候做老二甚至老三老四都挺好的，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积累经验，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方向，可以更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节奏，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能实现弯道超车。所以我们不必去争老大，老二也有老二的精彩。